just for a moment。 大家好，我是印尼闲人。在上一集影片里面，闲人和伊格罗玛在泗水的一家小西餐厅里吃完早午餐之后，去了泗水旧城。那今天闲人和伊格罗玛想带大家去东泗水的一个新地标 Park Shanghai 去看一看。其实最近几天，全印尼各大城市都有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目的主要是反对最近印尼国会议员的工资和补贴的大幅不合理上涨。闲人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说，印尼的国会议员的年收入可以达到 2.5M 的印尼盾之多，这几乎是印尼普通打工一族年收入的40多倍。而且印尼的多位国会议员经常在媒体上大放厥词，说一些无脑且惹人怒的话，所以引发了最近全国性的大游行。那当然，泗水也不例外。泗水这几天的游行示威，虽然从人数规模上来看不是很大，但是却引起了民众较大的恐慌情绪。8月30号晚间，泗水市中心的葛东格拉哈迪被焚毁。当晚游行队伍和警察之间的催泪弹大战，又引得市中心最大的购物中心敦金干 Plaza 提前关闭。所以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闲人出门的时候的街道相比以往要冷清很多。考虑到今天可能还会有游行示威的关系，闲人和伊格罗玛今天没有选择去太远的地方，只是准备在东泗水的范围内走一走。东泗水这边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就是巴古旺 City Mall。 巴古旺 City Mall 其实早在2010年就已经开业，但是以前只是一个社区型的小购物中心，周边的居民只是会来这里逛逛超市、吃吃饭之类的，人气并不旺。但是这几年在新建成的2期和3期里面招募了很多新商家入驻，而且还在购物中心的顶楼开设了 GMS。 所以现在的巴古旺 City Mall 热闹的一到周末连停车位都很难找。当然，大家有在影片中看到，来这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华人。那按闲人的观点，这个 mall 的主要顾客群体还是以居住在巴古旺 City 这个大型社区里面的居民为主。只是以前巴古旺 City Mall 还不够吸引人，大家都选择去离家远一些但是更优质的 mall。 那现在巴古旺 City Mall 和泗水其他优质的 mall 的差距缩小之后，大家便更喜欢就近来逛这个家门口的购物中心。其实闲人真是太啰嗦了， Park Shanghai 的画面已经进入影片这么久了，但是闲人还没开始介绍 Park Shanghai。 那 Park Shanghai 是巴古旺 City Mall 的又一个新项目，就位于巴古旺 City Mall 东侧的原户外停车场的位置。这是一个中式风情的餐饮休闲街区，很像坐落于雅加达 Peak 的巴高兰邦交兰 Chinatown。 但是可能因为印尼天气太热的关系，如果是白天，这样的风情街其实鲜有人逛。而对于 Park Shanghai 这个名字，其实闲人也有小小的意见。闲人以前有在上海住过很长时间，
对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点点的了解。上海因为本身历史并不是太悠久的关系，所以在上海市区内很少可以见到传统的中式建筑，而代表上海建筑风格的其实是中西合璧的石窟门房子和租界内的英式、法式的洋房，以及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外滩。所以单从建筑风格上来讲，帕克香嗨这个地方一点都没有上海的风格。我们再来看一看帕克香嗨里面的餐饮商家，其实根本连一家经营上海菜的餐厅都找不出来，所以帕克香嗨就不应该叫这个名字。泗水那么多的华人，他们的祖先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来的客家人，所以闲人非常建议 Bhagwan Group 可以把 Park Shanghai 改名为 Park Haga。 那以上完全是玩笑了，大家不要介意，也请 Bhagwan Group 不要介意。其实 Park Shanghai 这样的中式风情街还是非常吸引泗水人来光顾的，因为印尼有很长一段时期禁止使用中文，禁止传承华人文化，所以使得一到两代的印尼华人已经差不多忘记了自己原本的习俗，特别是在爪哇，特别是在泗水这样的城市，和闲人同一代的会说中文的华人是极少。jalan rencana lelampahan gemelannya memakai jiwaku tenang rembulan yang langit
当然 Park Shanghai 的面积并不大，这个地方原本只是 Bhagwan City Mall 的户外停车场而已，所以闲人和 Egloma 很快就逛完了这里。其实 Park Shanghai 打造的还算精致。此时的闲人不禁想起了就在不远处的Genjadon Park。Genjadon Park 算是泗水唯一的一个大型户外游乐公园，地理位置很优越，靠海，面积又是足够的大。但是因为Genjadon Park 是隶属于印尼国企的关系，经营至今，它已经处于倒闭，但是还可以进入的一种状态。一张好牌完全被打烂。那走累了的闲人和 Egloma 进入了 Park Shanghai 里面最大的一家咖啡店。进来后才知道，逛街的人都在这里，没有几个像闲人一样傻傻的在外面晒太阳。这是一家最近在印尼很流行的 Kopi Dian 风格的复古咖啡店。Kopi 是咖啡的意思，Dian 是福建话店的发音，所以 Kopi Dian 其实就是咖啡店的意思。Kopi Dian 其实主要源自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代表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独特餐饮文化。但是由于印尼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民族同化，所以导致印尼华人大多都偏爱印尼本地风格的餐食，特别是爪哇的印尼华人大多都喜欢吃爪哇菜，喝爪哇黑咖啡。所以 Kopi Dian 这种形式的餐饮对于泗水这样的城市来说，完完全全就是舶来品。不过在 Park Shanghai 这里，也只能用这样的餐饮舶来品来填补印尼华人餐饮文化的缺失了。Until it reaches a place it's never been. Banyu juwita ngetoka ke rasa sing wis suwe. Sacred waters bringing out feelings long hidden. Kanga niki ora bisa dientani. This longing can't be denied. Water flows, but feelings stay still. In the current, I find my
那说到印尼的流行文化，除了餐饮方面流行的 Kopitiam 之外，在音乐方面一向走在潮流前沿的印尼，最近开始大规模的流行 Songholik。闲人最近也有点对 Songholik 上头，经常在开车的时候听经过伊利处理过的 Type X 的 Selamat Jalan。那好，闲人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Selamat Jalan。